我这几年呢，付出了太多太多，他对我的不冷不热让我有点心寒了。他经常一群人很好，甚至说我抓到了很多很多证据。他的母亲不喜欢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以为他能缓和我跟他母亲的关系，但是一点效果没有，反倒恶化了我俩的关系。我现在感觉太累了，想放手吧，但是自己总是放不下，舍不得，想一起走下去，但是他从没给我任何一个承诺。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陈22岁，来自辽宁，是一名营业员；女嘉宾小明23岁，同样来自辽宁，也是一名营业员。来，有请两位，有请。谈恋爱多久？快2年了吧。怎么认识的？微信附近人收到的。那个时候因为可能是单身嘛，就是会搜一下附近人，想找一些能聊的一些伙伴啊。然后搜了一下周围，看了一眼，只有这一个帅哥，然后就主动搭了个讪。在这个情感里面，这么一听是你比较主动的是吧？对。看这个小片的时候，我听到了说他好像异性缘很好，超级好。你有担心？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好啊！他本身他身高搁那放，他兼职是模特，身边有很多有女模，就是异性缘超多。主要是我在身边的女性朋友当中，可能会充当一个蓝颜或者是男闺蜜的一个角色。那男闺蜜也不至于你聊得那么好吧？至于那么暧昧吗？我们俩相处了将近4个月的时候，然后那个他跟一个比他小2岁的小女孩聊天，那聊天记录挺像情侣吧，甚至比情侣还要暧昧。我看完之后我就特别生气，人家女孩穿高跟鞋出去冬天，她会带人别崴了脚啊，打车吧，别冻着了呀。一些关心的话，在朋友之间也很正常。那我穿高跟鞋搁这冻，你怎么不说一句啊？你怎么不告诉你打车呀？或者你多穿点？这话怎么对我怎么就没有啊？关键是你知道他跟那女孩聊完之后了，他不跟人家说他有对象的事儿，怎么说呢？在他朋友圈我就看到他的留言了，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加了那个女孩。他俩就是一个虚拟情侣。哎，什么叫虚拟？就是一网络情侣，在网络上聊聊天的。那个时候我还活着呢，你怎么就能跟人虚拟情侣？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啊？我跟他只是朋友关系，我朋友关系叫宝贝儿、亲爱的，又一啊，早点休息吧。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半个小时回一句，人家三两分钟你就回来一句，你怎么想的呀？我俩当时也是刚接触、刚认识啊，我对你也不了解，你也不了解我呀。对，人家很了解呗，就是你对我不了解，对人至少在当时来说的话，我俩认识时间比我和你的认识时间长。总之这件事儿是已经过去了，是吧？是以那个姑娘的退出告终了。对，女孩主动退出，把他拉黑了，还不是他去解决的，是我来解决的这个事情。那你咋不离开他呢？他人挺好的，挺老实的，刚开始没想到那样。啊，后来又发现什么了呢？后来他就是更过分了，他前女友当我面给他打电话说什么陪我看个电影啊，或者陪我吃个饭呢？他当我面说啥？那个啊，我现在没空，等我有空了吧？你等有空，你真陪他去呗？那叫拒绝吗？你有空你真陪去，趁我不在你就陪他去呗。你见过我陪过吗？啊，就没见过就不算了是吗？那我不在的日子我怎么去确定啊？然后那个前女友他也没跟人说他有对象的事儿，然后后来那个前女友吧，就是属于有对象的形式，还想跟他和好。那你想没想过他有对象？你们想他对象什么感受啊？你都想到他有对象了，你还用再担心吗？那我担心我自己好不好啊？那你想没想过我呀？我跟前男友联系，你高兴呗？主要是我俩的立场和情况是不一样的吧？啊，对你立场情况就不一样，我就活该是不？这前女友的事儿就过了。对，后来就是我又硬眯着，他不会说不。我说你跟人说你有对象不能联系了，他就跟人家还不好意思打电话，给人家发短信，你以后别联系我，我有对象。人家女孩子说一句啊，怎么有对象就不能联系了？我当时我就急了，我说怎么有对象还非得联系呗？本来也是嘛，就是前对象的话分开的话，不也是可以当朋友的吗？可是他因为啥离开的你呀？他不因为劈腿离开的你吗？然后你现在还能跟他做朋友，你心咋那么大呢？哎呦，这姑娘啊，但是我所有身边的异性都不好吗？跟我都有暧昧关系吗？难道不是吗？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件让我就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事儿。他 QQ 群里认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岁数也挺大的，他竟然跟人聊暧昧话题。他就是有一天突然间把手机调静音了，我不知道。来了个震动，他把电话给摁了，我就觉得奇怪。他起来就是说要下楼买烟去，要拿手机走。我说你人走行，手机给我留下。
手机就给我留下了，我就一打手机就看那个女人的那个电话，那名字我没见过，我说怎么又出现一个新女人呢？我就给她打回去了，打过去那女人就说那个你是她妈妈，我说我是她对象，她说那个啊，她回来你让给我回个电话吧，我说好的。等她没回来的时候，我就翻她 QQ 跟微信，那个女人对她称呼，哎呀宝贝儿、帅哥，要多腻乎有多腻乎。然后她说的话就是简单的说。比我更像情侣，甚至比我更像爱人那种。不是，是那女的说的，还是他们俩说的？他们俩的聊天记录。然后我回来，我问他，他不承认。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自己已经发现这个事实了呀，我就说你走吧。那时候心都碎了，因为我毕竟付出1年多的感情了，我怎么还可能留在他身边？我说你走吧，别回来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他说啊，我走了谁照顾你呀？他放不下心我，他就没走。后来他可能认为说两个人感情挺崩溃的，就说那我走吧。他就是那个时候就为了那个女人就想离开，我想去照顾那个女人了。我说你想没想过我的感受？后来我就跪着求了。你求他留下来啊？对，不是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其实挺好的呀。那个女人就是想跟他出去住去啊，那就让他出去呗。可是那个时候挺好的呀，我没想跟他分开。哦，跟那个大姐是怎么回事啊？主要是吧，当时也是因为我俩正在闹矛盾，然后两个人感情也是处于冷淡期，是我的错，我也承认。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合计，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已经解决了，我合计就能翻篇了。但是他吧，就是喜欢老爱跟我翻旧账。你知道那段时间我是怎么过的吗？我喝了5天5夜的酒，我都不省人事了，你管过我吗？有人照顾我吗？满个屋子里全是酒味，就我自己在屋里待着，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呀？我那个时候喝多了，我竟然还下跪着求着你留下来，然后你那个时候说的话有多绝情啊！行，我再接着问，这个小片里你还说他妈妈也不喜欢你是吧？是。为什么不喜欢你啊？可能因为他家庭条件太好太优越了，觉得我配不上他儿子，个头模样还有智商都配不上他儿子。智商？他妈说你智商低。不好说，我智商太高了，怕我骗他儿子。啊，你智商高。我听说过，就是有因为儿媳妇智商低分开的，我就没听过因为智商高也不同意呢。那怎么的？你傻我也跟他傻，把家都败出去呗。其实我知道我妈一直都不喜欢我俩在一起啊。那也是他个人的原因，我俩是过我俩的日子，你没必要太在意。就是可是你妈说的都是什么话？经常拿语言重伤我。就是我俩在车上，她在开免提接的电话，她母亲就说了一句：“怎么的？你非得陪她呀？”我妈从小也是对我一种溺爱，你也是知道，就是捧在手心里都怕化那种，就基本上都在一起。然后处对象之后，我俩才分开的。然后后来一段时间吧，前不久我俩又我跟他母亲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他母亲又跟他说了一句话。怎么的？离了他你活不了了呀？你找不着对象了呀？那你不现在不喜欢我吗？那怎么非得拆散呗？来，我问，哎，小伙子，你在外面玩的那么风生水起的，什么意思啊？这是，你是想跟他处对象还是不想处啊？其实刚开始是有点就是属于是花心吧，然后但是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像是刚开始处的那样了。我俩毕竟也是认识1年多，将近2年了。其实有了感情以后，我感觉我也尽量去改正了，但是他没有必要就是死抓着不放吧。你不是怨恨我吗？我每次给他解决一件事，简单说他在前面惹事，我就得给他后边收拾。那你惹上事都我去解决，我累不累呀？我是找对象，我还是找个儿子呀？哎，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挺好的，是一个我特想问你的问题。你是找对象还是找儿子呀？找对象。你事实上找了个什么呀？儿子。哦，那你累吗？累。还想累吗？还想。为什么呀？觉得他帅。不，他挺孝顺的，对我也挺好的。你不是他妈。他确实挺孝顺，他对我家里的人特别好。我家人在去年去世的时候，那6天我是没天没夜，他就一直陪着我没天没夜，甚至简单的说，病房的人都以为他是我姥爷的外孙。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他对我姥爷就是差里申请，姥爷那时候根本无法自理了，就是已经说句实话，已经快结束了生命，他就一直在照顾着。后来当我姥爷出殡的时候，他在沈阳出活动呢，然后活动刚结束，都已经晚上7、8点钟了，他打着车直接就回我老家，陪着我一起去带孝。我家里人挺认可他的，但是家里人并不知道他有这么花心。累不累？累。走呗，死乞白咧的。我喝了5天酒，你都不管我，他是没法管你。可是，一回到快2年的感情，要是因为这样就分开了，觉得自己付出的就太多了。
然后确实真心舍不得，因为毕竟是当初是自己追的人家呀。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咱们说心里话。配不上。为什么呢？人家身高跟模样都在那放，就凭这一点我也配不上。配不上你还非跟人在一起？可是不有奇迹吗？不想尝试有奇迹诞生吗？做好了他离开你的准备了吗？还没有啊。因为他一直照顾我，如果说突然间这个照顾我的人，他一直照顾你。对，我不会。这家伙还有时间照顾你啊？按你的描述，他不是天天都在外面花呢吗？他哪有时间？他只是在精神出轨，他是背着我花，他还是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过，都是在聊天一些暧昧的语言上面。精神出轨。但是自从今年开始吧，我就开始慢慢的改变了，然后两个人的感情也慢慢开始好转了。但是我发现了，就是只要我身边有异性的朋友，一些其实很简单的朋友，他就会以为我俩会发生什么事。你不有前科吗？你想离开他吗？不想。你不想？今天谁要来的？我要来的。来干嘛？我想要一个求分手？不是，因为在一起2年多了，他给过别人承诺，可是从来没给我一个承诺。2年多的付出，我要一个结果，要一个回复，很难吗？不是，你要什么样的结果？他家里根本就给不了我安全感了。现在我只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承诺，一个安全感。哎呀，我很恍惚啊，我一直认为他是来分手的，原来还不分是吧？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他们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没有分手的勇气，永远是色厉内荏。你看你那么凶，其实你就是纸老虎。爱情这种事情，它不是你犯傻就能够征服人的。他一次次的出轨，你一次次的帮他清扫，你这个感情，我给你做了个定义，叫五毒俱全。哪五毒呢？第一个叫这个男人是3不男人啊，不拒绝，不负责，不主动。第二个呢，是你的单方面傻兮兮的付出。第三个是你们是一个地下恋。第4个，这男人有海量暧昧。第5个是家人反对。你这5毒都俱全了，你觉得这感情正常吗？靠得住吗？你到这儿来是要的是承诺吗？你要的是他继续骗你。待会儿我跟你说，我都能够猜到，他又告诉你我会改，你就相信了，然后你们俩就高高兴兴骗一个戒指就回去了，是吧？你要的是这个吗？你要的是一辈子吧？他可以给你一辈子吗？这样一个男人，他跟你说他会改，你会相信吗？你觉得他可以说服他妈来喜欢你吗？以后一次一次的出轨，你看到之后，你还会继续跪下来求他吗？你没有离开的勇气，你这一辈子都得跪着看他。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他妈觉得失去了你之后他儿子很可惜的这么一个人，这才是重点。你得让他有一天跪下来求你，这才是重点。哭什么呀哭？一个男人为什么不拒绝那些女人你知道吗？他不拒绝就是不想拒绝，还不懂啊？行了，女孩，你们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你用微信的那个功能搜附近的人，你知道为什么能搜到他吗？因为他也在搜，出发点就是2个空虚的人，他只不过是正在找另外一份艳遇的时候，你出现了。为什么你能发展呀？因为你的卑微，对不对？你夸他帅，你给他爱，所以他暂时在你这寄宿一阵。但寄宿一阵啊，他所有发生的那些出轨行为，都是一步一步的，以后会愈演愈烈的。你别以为他是翻篇了，其实翻完这篇还有下一篇，这是一个连载。你试图把自己的尊严已经没有底线的去妥协，对不对？最后居然听到了还跪下了。如果你的父母听到自己的女儿这么卑微的去祈求一份所谓的爱情，他们会多么难受啊！恋爱当中的人最要什么呀？一定要尊严的。如果你都没有底线的话，对方能看得起你吗？对方现在之所以没有走，就是因为从你身上还能得到一些照顾，对不对？还能得到一些在空虚的时候能有个所谓的家能容纳的。他们家人就看不起你，就是因为你开始就做出种种让人看不起的事儿。别人不给咱们脸，咱们能不能自己要点脸？还哭？婚姻当中有一种女人，天天都在战斗，夜夜都在哭泣，无时不刻紧张，分分秒秒处于战备状态。
你累不累啊？当然累。你几乎天天都是跪着的，你18般武艺其实都用了，没有用。你看，你吓唬他也吓唬了，你跪也跪了，你想用感动的方式帮他去清理战场，你也使用了，你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把自己的自尊也搭进去了，结果有用吗？只能说你在他心目当中会变得越来越低贱，越来越一文不值。我敢几乎断定，在他身边的那些个跟他暧昧的女人，一定有长得不如你的，但没有一个会像你这样低贱自己、贬低自己的。所以说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别人不可能重视你啊，姑娘。从现在开始，你别跟我哭啊，否则的话，我对你最后一丝尊重都没有了。把头发捋好，别搭在话筒上，回去抹点伊贝诗。哎，你身边那么多人，为什么一定是他？我想了很久，如果我放弃他的话，我应该会找不到第二个比他对我这边好的了。哦，这是什么时候？我就想问是什么时候，我特好奇这件事儿。今年年初。今年年初，大概男生给了这样一个逻辑，男生说经过了1年的磨合，我在外面花来花去，你在家里帮我打扫打扫，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心定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了，是这逻辑吧？是吗？女生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他还在外面勾3搭4过吗？没有过。没有过，还是没发现？可能就发现过一件小事儿吧。哦，还是有哈。那也是好，接着我要误会问，接着我还要问，既然这1年都改好了，为什么今天还哭成这样呢？可是他就是2年了，还是最后也没给我答复，而且今年可能跟他母亲的矛盾加深了，然后他也处理不好。哦，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个答复，家里已经给不了我安全感了，我就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安全感。什么安全感呢？直接说，让他娶你，你嫁给他，是这意思吗？算是吧。逼婚呐？接招吗，兄弟？娶她吗？我愿意娶她啊！我愿意娶她。你大声点儿。我愿意娶她。哦，你妈不同意，你也愿意娶她是吧？我愿意。想清楚了啊，剩下的时间给你们自己吧。还是我说的，有一种恋爱叫做我幻想着谈，啊，因为万一幻想变成了现实呢，那是谁也拦不住的。一起进入黄金60秒。希望，在这2年间吧，感情挺深的。希望你能跟异性保持一段的距离，多想想我的感受。然后不希望你再犯那种错误了。还有你母亲那边，我已经去讨好了，但是最后是无果的。我也会继续努力，希望能得到他的欢心。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可是我今天只是想让你给我一个结果。告诉我能不能走到未来，有没有以后，会不会一辈子？我刚才听各位老师说了，听他们说完之后，我就不会再想让你给我一些空间了。我只想说，以前的我也都改好了，我只想让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你有所承诺，我会娶你，我俩以后会好好的。瞎着急吗？这不是，那易贝诗你还是别用了吧。你天天以泪洗面也挺好的，接着洗吧。没什么好说的，你们不都私相授已定了吗？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是吧？我们阻止你往火坑里跳，那是幸福。说错了啊，姑娘回去吧，你也回去吧，想想你妈啊，回去吧。来，请关门。不管是因为什么吧，我就觉得特别扭。你说这个要在爱宝，他也订了婚了，什么？哎，2016注定是不平凡的1年啊。我们看看这对情侣自己的选择吧。来，请开门。药宝诗、伊贝诗马上回来。来，请开门。
我以为他不会出来了，我觉得他会因为家里然后回去，不会抵抗住那个压力，然后走到我身边。行吧，行吧，反正那男生说的话，这女生是信了，是吧？你们信不信无所谓。来，麻烦站到台中间来。你不会再花了哈？对，还是祝福吧。就是如果两位觉得你们是真心相爱，如果男生说我真的愿意为这个女生去改变，希望你们能好好的在一起，但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去爱，而不是彼此伤害和不信任，可以吗？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哎，说给阿姨听。亚宝是一位师，谢谢。下去吧。哎，好了，各位，下面让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刻，各位请见证。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会用我全部的爱来回报你。不是，你是要娶她呢，是让她嫁给你，还是你要娶她？没说呀。嫁给我好吗？不愿意。来，啊，请亮灯啊！希望你们能改变，希望你们能成长，真对他好点好吗？谢谢你们，请回。